通过俄乌双方发表这个战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区域的重要性，对双方作战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雇佣军它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就是俄乌冲突中已经使用了。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呢，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在发表这个战报的时候对索雷达尔这个地区的这个战况呢意见不一，或者是消息不一。因为俄罗斯说在这个索雷达尔地区已经被俄军的瓦格纳部队呢拿下，并且牢牢的守住。那么这个乌方则说呢，索雷达尔呢还在进行激烈的交战，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俄军的瓦格纳部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那这个索雷达尔这个地区为什么对俄乌双方都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先说索雷达尔这个地区和巴赫穆特你看在这个地图上是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而且呢，从作战的这个战略位置来讲呢，它都是战略要地。因为战略要地呢，它通常有交通枢纽比如说公路必须要经过这里，比如说部队要推进，你一定要经过这个交通要道你才能大部队推进。所以无论是这个巴赫穆特还是索雷达尔呢，乌军实际上在那儿修了很多的工事，防守是非常严密的。因为你在那儿把住了这两个区域，就相当于把住了两个大门，那你俄军想向西想向北来进行推进就不可能。那么所以双方在这两个区里面起码争夺了有5个月到7个月的时间，而且这个交战呢，往往是你夺过来我夺回去，投入的部队也是相当大的。那么我们就了解到了，就是索雷达尔这个地区为什么对俄乌双方都非常的重要。那现在又说这个是俄军的就是瓦格纳这支军队把这个地方夺下来的，而且现在在守卫着。那这又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其实瓦格纳部队呢，实际上是一个私人的这个军事集团或者军事武装。他过去在非洲执行过维和任务，还参加过打击极端组织，装备比较精良。因为他参加过这个实战嘛，有这种实战的经验，装备又比较好，所以这个打仗还是比较厉害的。当然也有人称他为就是俄罗斯的雇佣军是这么说的。那么说俄罗斯有雇佣军，这个乌克兰有没有雇佣军？有，乌克兰的雇佣军可以说比俄罗斯的雇佣军还多，而且呢，它来自的国家也多起码是10几个甚至是几十个国家，然后到乌克兰来参加这个雇佣军。因为在2022年的3月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第一批赴乌克兰的这个雇佣军已经在路上了在那么早的时候就有了。那我们再讲就是无论是俄罗斯的雇佣军还是乌克兰的雇佣军，那么雇佣军有什么特点？雇佣军是以金钱为目的而参战的职业军人我们一听就知道了，他打仗是为了金钱而打仗的，而且呢是职业军人。既然他参过战，那他的这个作战能力相对的说就比较强，因为他是职业军人嘛。还有一点，雇佣军实际上是受到联合国有关法律的限制的。因为在1989年的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上呢，就通过了一个条约，就是反对招募、使用、训练、资助雇佣军。就是这个条约规定呢，各个国家都应该把这个招募、使用、资助、训练雇佣军作为一个特别关注的罪行。如果你是个人要以雇佣兵的身份去参战的话，那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那是刑事犯罪。尽管说联合国有这样的条约或者规定，但是呢，很多的国家都在使用雇佣军，这是一个现实情况。那么我们再说，雇佣军他既然是职业军人，是不是就比正规军的作战能力强呢？也不见得，因为雇佣军他是为了金钱而作战的，也就是说他参战和人家国家正规军不一样。人家的国家正规军或者地区的正规军，他起码呢他是为国家、为地区、为民族而作战的。而你雇佣军是我参加作战任务，或者是我参加军事行动，你只要给钱我就干，就是你叫我攻山头我就攻山头，你叫我守地堡我就守地堡，只要给钱。但是你一旦不给他钱，
他马上转身就走了哈。所以雇佣军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武器装备而言呢，一般的说，国家的这个正规军，它一般有重型的武器，比如说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大口径的自行火炮，或者是这个飞机、军舰，包括中高空的防空的导弹、雷达。中远程的这个导弹都有。而你一般的说啊，雇佣军它是属于私人的或者是军事集团里边的军事组织，它一般的说只有轻武器，比如说步枪啊、机枪啊、小口径火炮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轻型的战车，有这些装备，很少说有这个中程以上的，或者是弹道导弹，或者是这个能打中高空的这个防空的武器，它都没有。所以这个是武器装备上。再有一个就是建制上，你像国家的这种正规军，它一般的是以旅或者下面再分成营，营下边有分队或者就是连这样的建制。而雇佣军它往往没有这样的一种编制，因为它的这个规模不可能有那么大，或者是说它的这个组织编制是根据他自己的人员、他自己的训练方式来确定的这是编制的构成。那么从这个作战的能力上讲呢，我们讲这个正规军呢，他作战的时候，他往往是不但是自己本军种的要作战，还要跟其他的军种还联合作战。而雇佣军往往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自己打自己的，一般是作为战场上的战术级的这种作战使用。比如说你去把某一个据点或者要地攻下来，你去袭击某一个目标，它一般是完成这样的任务，而不是说像正规军这样，比如在一个很广阔的战场上，地面有装甲车、坦克往前打，空中有武装直升机，有空中的这个飞机给你做空中的掩护，然后咱们往前推进。它一般没法举行这样大规模的长时间的这种高强度的作战，一般的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雇佣军和正规军它有比较大的区别。但是呢，它又是一种现实存在，尽管它被联合国的这个相关的条约所束缚所限制，但是它一直存在。所以通过俄乌双方发表这个战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区域的重要性，对双方作战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雇佣军它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就是俄乌冲突中已经使用了。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